剛一只游隼從這邊飛過去了，不知道抓了一個什麼東西，黑色的，我以為是這只兔子嘞，還好它還在，就是髮型有點亂。這個血脈壓制太強了，嚇得它躲在這裡動都不敢動一下，感覺不是一只八哥就是烏冬，或者是鴿子。就在這裡停了一下，一下就飛走了，我也没看清。每當游隼過來進貨的時候，我都要把我家的小动物仔細的檢查一圈，看一下哪一只小可愛被它給抓走了。目前來說，和黑色有關的小动物好像都在。看一下鸭蛋有沒有孵化出來，別到時候孵化出來的没注意，又被它們带到沟裡面去的。這麼多蛋，如果全部都孵化出來了，那鴨子的數量要暴增啊！鴿子好像又下蛋了，母鴿子和母鴿子配对，每一次都是下4顆蛋，而且這一次又換位置了，已經第3顆蛋了。我感覺商家如果要賣鴿子蛋的話，用母鴿子和母鴿子配对，那下蛋的效率真的是太高了。要不过2天蛋下齐的，给它一锅煮了，別浪費呀。唯一一對比較正常的，第2窩小鴿子都這麼大了，每次都是一只小鴿子。這裡還有一對不正常的，也是母鴿子和母鴿子配對，也是3顆蛋。這2窩真的是神同步啊！上一窩他們2個悄悄地躲在一個角落裡面下了4顆蛋，因為都是母鴿子，所以不受精。我還給他們換了1顆鴨蛋讓他們孵化，結果孵化的周期到了，他們就棄窩了。這個不能怪他們，我養6隻成年的鴿子，有5隻都是母的，這也注定導致有4隻的性取向慢慢的發生了變化。這一窩鴿子換班了，看一下蛋有沒有下齊，又是4顆蛋，感覺現在4顆蛋已經成了常態了。如果不想浪費的話，就煮着吃，我覺得也挺好的。他們对孵化下一代的這個執念太深了，可惜沒有公鴿子，主要是我也不想發展鴿子的數量了。就這樣吧。然後也檢查了一大圈，被游隼抓走的家伙和我家的無關。摘點櫻桃餵兔子，這今年的櫻桃實在是太多了。兄弟，要不換一個吧，你的女朋友已經沒了。這鴿子還挺執着的，自從我把他的女朋友換給另外一隻鴿子之後，他就待這裡不走了。還好他不會說話，不然的話就不是咬我這麼簡單，可能還要罵我了。前幾天我不是給我家的一隻母鴿子換了一隻公的嗎？現在都關着在，準備等個10天8天之後把它們放出來，看一下會不會跑掉。之前和它配對不會孵蛋的那一隻公鴿子，這不就沒對象了，所以我決定把它也關起来，不然的話會干擾我剛配對的鴿子。最大的問題就是母鴿子就這麼2個，所以說咯，你就倒霉了，你自己拐回來的女朋友已經被我送給別人了。這也導致這個家伙現在脾氣異常的暴躁，不是咬我就是咬其他的鴿子。畢竟女朋友是他自己拐回來的，現在我送給了別的鴿子，他能不生氣嗎？是吧？哎呀，這個家伙過分了啊！不僅咬我，還拿翅膀打我，這小伙子。別逗鴿子，能幫我充個話費嗎？肯定可以呀！現在我們村好多人都喜歡找我幫忙充話費。還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領了話費券，那邊充值快，秒到賬。現在點商城進充值中心或點評論區，就有機會領1到4元話費券。月底該充話費的，快去評論區看看吧。完了！自從我把他的女朋友分給另外一只鴿子之後，他現在一直追着咬我，剛剛還從空中飞下來啄我的腦袋，這脾氣也太暴躁了吧！不過我就喜歡這種暴躁的小鳥。而且我剛剛就回家喝了個茶的功夫，他到處叼材料，又跑到倉庫裡面來了。現在你都是單身的，你找材料有啥用啊？來，過來，我帶你去找女朋友。哎呀，这是不相信我啊！以前一伸手就飛上來了。關鍵是我剛剛在倉庫的地上還撿2個鴿子蛋，而且全都破了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下的，挺可惜的。等一會兒煮了餵狗子吃。然後你也別咬我了啊！這幾天你就在外面出去轉轉，看能不能拐回來一隻。主要也是沒有籠子關了。等過幾天那一隻公的給朋友送過去之後，還是讓這個家伙和他自己拐回來那隻母鴿子待在一起。畢竟是他自己憑實力拐回來的，看能不能再去拐一個。不
不然的话，只要它看到我就不停地咬我。我倒是不怕咬，主要是动不动飞到我头上啄我的头髮，這誰招架得住啊，是吧？哎呀，这家伙脾气太暴躁了。前段時間我不是說要給我家這一隻母鴿子換一隻公的嗎？因為它總是下蛋，下的特別多，但是沒有孵化出小鴿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們這個家族繁殖出來的後代顏色基因特別穩定，所以我想換一下其他的品種或者其他的顏色。結果這個事兒我說出來之後，有幾十個兄弟要給我送鴿子，我真的特別感謝你們。後來我就選擇了有一個兄弟家養的淑女鴿，是一隻公的，但是要給我送过來之前，他出差了，要1個月之後才能回来，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是沒有鴿子。在這期間，這個家族的鴿子也沒閒着，又開始搞孵化了。10多天之前下2枚蛋。我今天來看一下啥情況，我估計是孵化不出来。你們這是狗變了吧？動不動就咬人，脾氣異常的暴躁啊！還好我皮比較厚，我是不怕的。搞得還挺認真的，結果一直都孵化不出來，有啥用哦？而且每一次都選擇在老鼠堆裡面做窩，真是服了他們了。這個公鴿子的智商有點低呀。我把蛋拿走了，然後它還在那裡孵化，我放在它前面。他都不知道把蛋給拿進去。你們應該記得我以前把鴨蛋給拿走了，鴨子是什麼反應吧？放到旁邊，它馬上就用嘴巴給勾進去的。這鴿子都不知道把蛋給帶回去，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來。我現在終於能理解了，就這種孵蛋模式能孵化出小鴿子嗎？我準備看一下蛋有沒有受精，我預計和以前的情況一樣。我剛剛用手電筒照了一下，裡面啥情況都沒有，廢了。我剛剛把公鴿子給趕走了，然後它又回來了，結果它還是這個樣子，難怪孵化不出來了。理解。蛋已經被我拿出來了，反正也沒啥用了，帶給母鴿子看一下，然後就丟掉。哎，這哪一隻是母鴿子啊？這個基因強大到長得都一模一樣，我都分不清了。這一隻就是母鴿子，我測試出來的。它以前特別喜歡追我，跟個偵探一樣，我走到哪裡它跟到哪裡。現在對我有點距離感，等到那個兄弟回來了，我就給你換個鳥吧。現在的鳥吧太不靠譜了，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小鴿子。而且我也想換一下其他的顏色，每一只都長得一樣，吃的我都擔心影響智商。剛還挺怕我的，這一會兒又開始咬我了。最多10天8天的就給你換一個。到時候孵化出來的小鴿子就是其他的顏色和品種啦，我們一起期待。自從前幾天我發現我放生那只小八哥失蹤以後，每次在戶外看到八哥群，我都要過來看一下，但是一無所獲啊。這一群也過去看一下，不抱太大的希望啊，全部都飛走了。然後這個家伙不知道從哪裡飛過來的，可能剛剛也是和他們在一起。這是另外一隻失蹤的那一隻鳳冠，沒有這一隻大。結果狗子又過來了，把這隻小八哥也嚇跑了，飛到別人家菜地去了。剛那幾隻野生的，我看到他們又去我們家門前偷吃柿子去了，把這個家伙也帶過去，必須跟上他們的隊伍。回來之後發現田裡面有2隻，柿子樹旁邊還站了3隻。他們這一個10隻的小隊伍，現在加上我們家這一隻，就剩6隻了，還有4隻失蹤了。我說他們怎麼都在旁邊看着嘞？原來有2隻惡霸在這裡，這2個家伙在這裡，其他的任何小鳥都不敢靠近，因為他們找不到食物的時候，其他的小鳥都是他們的食物。別說這個顏值真好看，走，我過去摘幾個柿子給八哥吃。哎呀，這個柿子的數量是一天比一天少啊。這都還沒成熟嘞，都被他們給吃光了。我就隨便摘一個吧，隨便摘了一個不怎麼好看的，就放這裡給小八哥吃。你這跟着野八哥混，3天饿9頓吶。那幾隻絲光天天靠偷面包蟲、偷柿子，混得風生水起。這隻八哥還差一點，不過也還好，他的野生兄弟還在這裡等着他嘞。因為怕人又怕南雀，所以說不敢過來吃。這家伙吃的可真香啊！我去看一下柿子樹上面什麼情況了。那2隻惡霸飛走了，又來了好大一群鳥，都在這裡搶柿子嘞。我每天都會在這裡
看一下这幫小鳥吃柿子，覺得挺有意思的。不過柿子數量越來越少，可能馬上就看不到了。就看了一會兒小鳥吃柿子，回頭一看，八哥已經跑了。看這個柿子被它吃了，它好像已經跑到田裡面去了。剛看到和幾隻野八哥待在一起，另外一隻八哥肯定是出意外了。希望這一隻好好的，正在田裡面呢，不管它了。早上起來，先給我的鴿子們搞點飼料。鴿糧還沒到，先搞點小米和小雞飼料對付一口。這玩意兒的繁殖速度是真快呀，又有4隻小鴿子了。上一批幾隻小鴿子，我老表拿過去養了。這隻仙女鴿啊，我發現它自從有孩子之後越來越醜了，是沒時間洗澡還是沒有水呀？弄得這麼髒。等一會兒我去看一下它這一窩的孩子長得是什麼樣子的。這一幫魚這2天有福了，自從給鴿子餵小雞飼料之後，它們天天都守在這裡。鴿子的飼料掉到池塘裡面都被它們吃掉了，這叫循環利用，一點都不浪費。你們看，有一條傻魚鑽到杯子裡面出不來了，這也證明了我的清白。之前我拍了一期這個視頻，也是一條魚鑽到杯子裡面去了，就有人說魚不可能鑽到杯子裡面，肯定是我自己放的，自導自演。這一下，這不證明我的清白了嗎？總有一些小朋友過來之後喜歡往池塘裡面丟垃圾，哎，這杯子就是他們丟的。那條魚好像連杯子一起鑽到水底去的，等一會兒應該能自己出來，時間的問題。這個家伙站在旁邊金雞獨立的看戲的，這是仙女鴿的孩子，嘴巴特別短，應該是一隻公的，已經在對我轉圈圈和咬我了。你爸爸優良的基因，你是一點都沒繼承到啊。不過總體還可以吧。走吧。這一隻該死的鴿子也在瘋狂的繁殖，特別喜歡咬我。最近我不理它了，天天啄這幾隻喜鵲。除了見到有筍的時候它是逃跑的，其他的任何動物它都要上去踩兩腳。特別是見到我的時候，不是咬我的手就是咬我的腳，有的時候還飛到我頭上扯我的頭髮。這是該死的鴿子，我去看一下它這一窩的孩子多大了。這一窩小鴿子又長這麼大了，而且清一色的是紅色，這個基因異常的穩定。重點是旁邊又下2個蛋，這個繁殖速度真的是恐怖如斯啊！趕緊走，趕緊走，這貨又追過來咬我了。不過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，鴿子咬人真的特別舒服，一點都不痛。再看一下在老鼠堆裡面繁殖的仙女鴿，這一窩感覺有點像仙女鴿了，不過嘴巴有點長，再大一點就知道了。前幾天我在這裡滅鼠，幾天的時間又滅掉了12隻，過幾天繼續滅。最後再讓你們看一下我們家狗子暴斃式的睡姿，最近天天都是這樣睡覺的，要不是我早有心理準備，我可能已經被嚇死了。它天天晚上都在外面活動，白天都在家睡覺。要不是動了一下，我都準備挖個坑把你給埋了。這睡得太嚇人了。出殼戴着安全帽的瓶蓋鳥住在瓶蓋裡的第1天，出殼第2天帽子取下來了，還是住在瓶蓋裡。出殼第3天依舊住在瓶蓋裡，它已經開始在越獄了。出殼第4天，它已經對瓶蓋十分不滿了，但是它太小了，逃不出去。出殼第5天，它已經胖了好大一圈了。你們猜一下，它能不能逃出瓶蓋？沒錯，今天它已經可以從瓶蓋裡出去了。雖然說它羽毛都沒有長，但是它拼命的爬，還爬了好遠，這是對命運的不甘。出殼第6天，已經開始在慢慢的長羽管了。想擺脫瓶蓋，那必須要多吃一點吶。看看第6天它的變化，對於瓶蓋，它還是想擺脫，可能嗎？一不小心就翻車了，而且還起不來。今天就給你換一個大一點的瓶蓋，必須要多吃點雞胸肉，多吃一點才有力氣逃跑，是不是？再來一口。別看這雞胸肉比較大，對於它來說沒啥問題。好啦，吃飽之後好好休息，明天繼續看你逃離瓶蓋。手裡還剩下這麼一點點肉，帶出來給喜鵲吃。怎麼外面下雨了？估計是吃不飽，關鍵是家裡面也沒了。
沒有吃飽都不理我了。哎，我給表弟打個電話，讓他去超市給我買一點肉回來。您好，您的電話因欠費，暫時無法播出，請續繳話費。手機居然欠費的，現在的話費用的是真快呀！回家連個 WiFi 充一下。現在充话費去營業廳太遠了，不方便，而且貴。我現在都是在平台充值，就是抖音上的那一個抖音商城充值中心有活動，还能領取最高4元的話費券。順便教給你們怎麼充值，點商城進充值中心，或者直接點評論區就能充值。出殼第7天，它的塊頭越來越大了，身上的羽毛已經長出來了，清晰可見。瓶蓋對於它來說的確是有點小了。這一餐繼續吃雞胸肉，你們有沒有發現它的胃口越來越大了？之前這麼大一塊它是吞不了的，現在它可以輕鬆的吞下去，而且一塊根本就滿足不了它。肚子上面還是光秃秃的，不過它已經會翻身了。出殼第8天，身上的羽毛越來越多了，塊頭又大了一点点，逃出瓶蓋是小意思啦。平時它可不是住這個瓶蓋喲，因為瓶蓋太小了，它根本住不了，就第1天小住了一下。逃出瓶蓋的第9天，還是沒跑掉。這一餐吃一點飼料，食物一定要多元化，不能太單一的。這小子胃口比我還好啊，真能造。羽毛長出來之後，它的速度會越來越快，一天一個樣，變化太明顯了。出殼就戴安全帽的鳥，逃出瓶蓋的第10天，瓶蓋是真的住不下它了，往瓶蓋裡面一放，它就要逃跑。瓶蓋可能已經是它的噩夢了。出殼第11天，好吧，今天是最後一次住瓶蓋了，因為是真的住不下了。出殼第13天，以後再也不住瓶蓋了，它身上的羽毛基本上已經長齊了。其實已經可以飛行幾米了，不過它現在還沒有適應，帶它出來熟悉一下環境。先乾一口飯吧。從出殼到現在，它的胃口一直都特別好，所以長得也還行。過2天就能把它放到戶外去了，讓它慢慢的熟悉環境。不過這玩意兒基本上不用熟悉環境，我們這邊這個季節小麻雀真的是多到離譜。每天出門都能看到，基本上現在他們都不怕人，除非你要拿手抓它，不然的話他們都不跑的。我們這裡只要是有管道，每家保底3窩麻雀，我們家至少7窩到8窩，因為我放的有葫蘆。再過一段時間，你就可以融入麻雀大集體嘍。以後長大不要禍害莊稼喲。不過這玩意兒是遇到蟲子吃蟲子，遇到莊稼吃莊稼，不挑食。所以數量極其恐怖。兄弟們，給你们看一下這只小耗子現在到底有多胖。自從上一次出去消失了幾天，餓成皮包骨之後回來了，我每天給它搞酸奶喝，從此以後天天回來偷吃，越來越胖了。但是也改變不了它是白眼狼的事實。這幾天酸奶沒有了，然後每天給它搞的蘋果花生之類的，現在又不親人了，看到我就跑。之前給他餵酸奶的時候，他可是瘋狂的追我，也就3天的時間，他又變了，整得我今天一大早又去給他買酸奶去的。不過我這個人脾氣倔強，你不下來，我是不会給你搞吃的的。可能是今天他還不餓，他比我還倔強，直接跑了。我一路追上來，他都不理我，最後直接消失了。我剛在這邊到處找都沒找到，不知道去哪兒了。這小子真的是一點感情都不講。剛剛為了找他，我還把這狗子給拴起來的，因為這狗子一直跟着我，我擔心他把那只小耗子給追丟了，結果還是跑了。哎，還是這狗子講感情呢，把它給放了吧。來，給你搞幾根火腿腸。每次總有人說我對你是最苦的，其實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好吃的你吃的是最多。一般情況下，他对吃的都沒啥興趣的，主要就是平時好的餵的太多了。吃完之後，給狗子打理一下毛髮，隔3差5的都要給它梳理一下。雖然說看起來很髒，實際上它的毛髮還是挺順的。而且我發現它還挺享受這種感覺的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看，又掉這麼多毛。
剛一直給狗子梳理毛发，没有来得及理這貨。我發現這貨剛特別有意思，他一直對着這個車子鐵山靠，可能是看到車子裡面有一隻公雞，他想打架嘞。已經圍着車子轉了好多圈了，還在轉。這貨一看就不怎麼聰明，所以說肉肯定不好吃。不然的話，我為什麼一直給它養着呢？我記得昨天晚上一直把你關着沒放啊，難道是我記錯了？難得今天沒有去找隔壁家的母雞，而且還挺聰明的，站到我手上就知道要幹啥。這貨別的都好，就是這個重量啊，越來越重了，感覺我的手都有點招架不住，在顫抖了。你們這4個家伙是準備啃老是吧？剛我說給土花梅搞點面包蟲，結果這4個家伙一下就飛過來了，直接把那一只小土花梅給嚇飛了。我剛剛把1盒面包蟲都倒給他们了，還好，吃飽之後集體上樹吃柿子去了。還有幾只野八哥，這上面我已經分不清了，他們現在天天和野八哥混在一起。趁着這個功夫，趕緊找一下那一只小土花梅。看黃豆地裡面好多土花梅呀，我猜我的那一只應該不在裡面。哎，四光和八哥也飛到黃豆地裡面去了，正好，不要打擾我找土花梅。這幾個搅屎棍，我真的是越來越頭痛了。我已經發現它了，在這棵桂花樹裡面找一下吧。在這裡發現它了，這家伙別人撿到給我送過來，到現在養了差不多2個月了，還不會自己找東西的。所以說今天一大早就把它放出來了，鍛鍊它一下。餓了就趕緊過來呀，食物都給你準備好了。我猜它又餓了一早上，因為這個季節本來食物就不好找了，而且它學習的速度特別慢，現在每次還等着我餵它呢。不過問題不大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它慢慢的總會自己捕獵，只不過在這期間一定要小心流浪貓之類的，1號天敵呀。我把它從樹上給拐下來了，還等着我給它餵吃的呢，到現在還沒開始換羽毛，所以說在這個期間一定要給它增加營養，免得到時候營養不夠直接暴斃的。一段時間沒有給它撓癢癢了，可這手法還是這麼熟練，它還是這麼喜歡，很享受。趁着那幾隻搅屎棍飛走了，趕緊給它搞點面包蟲，補充一下營養。哎呀，我也挺喜歡給它撓癢癢的，特別配合我。好了，我去給你搞吃的呢。放地上你自己吃吧，免得你總是讓我餵你。一口氣吃了7條面包蟲，還沒吃飽嘞。吃完了等一會兒給你拿吧，已經沒有了。這個鑷子真的是多功能的，可以給它餵食物，也可以給它按摩。不過還是沒有我手舒服吧。等一會兒再給它拿一點面包蟲，根本沒吃飽啊。這家伙是今年尾窩的，預計最近直接給它放生有點不現實，等它一邊換羽毛一邊野化。我去找一下那幾隻攪屎棍，就剩它一個還在這裡吃柿子，我估計其他的幾隻和野八哥一起飛到別的地方去的，也挺好的。最近飛得越來越遠了。自從柿子要成熟之後，每天都是各種鳥在上面偷吃啊。我過來找一下鳥，看一下八哥啥的有沒有在上面。發現這貨正在這裡偷吃的，看這個柿子已經吃了一半了。這裡還有幾隻魔術鴿，你們幾個吃糧食的待在這裡幹啥呀？水果又沒興趣。今年的柿子長得挺好的，不過越來越少了，都被這些小鳥給偷吃了。這個柿子已經被吃了一半了，已經成熟了。都這個季節了，蜜蜂還來湊熱鬧嘞。我們要小心一點啊，被蟄一口不得了啊。反正這些柿子每年我們都沒摘過，全部都留給小鳥了。今天來選一個，等一會兒看一下狗皮膏藥吃不吃柿子。這一個應該成熟了。就你呢，還破了個洞。這幾隻四光椋鳥天天不是偷小雞飼料就是偷面包蟲，這幾天又天天開始吃柿子，所以說它們也不跑了，
就在家門口附近，反正總是有吃的。這裡還有一隻公的，母的去哪裡了？看，這吃的多開心吶！所以說根本餓不到它們呢。母的也被我發現了，都在偷柿子嘞。你們對比一下，母的是不是長得比較醜？公的顏色特別漂亮。走啦走啦，我們站在這裡，其他的野生鳥想過來吃柿子都不敢靠近，不打擾他們。哎，你這家伙，你怎麼不去吃柿子啊？在這扯我多肉。這是餓炸毛了還是剛洗完澡啊？應該是剛洗完澡，也餓不到它。這兩隻小八哥也是天天飛到家裡面去偷吃小雞飼料。我去給他們做個消音器，可能家裡放的飼料沒有了，好久没做消音器了，不得已啊，不然的話他们天天偷吃我的多肉，难搞哦。特別是這兩隻小八哥，自己天天也不出去找食物，準備啃老嗎？哎，明年繁殖期到了，你們兩個趕緊跑吧啊！這兩隻八哥就是今年別人給我的蛋，然後我孵化出來的。已經換好羽毛了。這一只絲光對消音器還有興趣嘞，主動飛到我手上來了，把八哥都趕跑了。看，換好羽毛後的絲光兩鳥，太好看了。而且他們幾個好像還偷偷的學會了說話，應該是和二驢學的。我聽到過幾次，不知道哪一只。消音器吃完了，放一個柿子放在這裡，記住這個味道啊，吃完了就自己去摘。不要再偷吃我的多肉了，快去，都嘗一下柿子的味道。食物太多了，總是偷吃我的多肉幹啥嘞？這個絲光換好羽毛之後，真的太好看了。希望明年它們能在我們家附近繁殖，預計不出意外的話不會跑。回家休息一會兒，太吵了，一群麻雀都在偷狗子的飯吃，嘰嘰喳喳的。太多了，兄弟們，再過幾天就要放國慶節了，你們有什麼安排嗎？猜一下，我拿刀去幹啥？這不，國慶放假哪裡人都多，所以說嘞，我準備去山上砍一根竹子，做一根魚竿，沒事兒在河裡面釣釣魚，多省心吶！路過河邊的時候，先過來看一下資源怎麼樣。好久沒來這裡釣魚了，就你們釣魚佬的專業程度上來看，這裡的魚情怎麼樣？有沒有搞頭啊？對的，順便讓貝貝在這裡面洗個澡，又節約了不少水。走吧。哎呦，剛到河邊，看我看到啥了？一條擱淺的小白條，這還挺大的吧？看這個塊頭，和貝貝差不多長了。還好遇到我了，你運氣真好。放生，早點回家。從這個情況上來看，這裡的魚真的很多啊！看來在這裡釣魚是沒有錯，可惜今天魚竿都沒有。這個家伙膽子有點小，也不洗澡。算了算了，我們還是去找魚竿。在山邊撿了一根，剛加工了一下，其實還可以，就是太重了，不要了。山上好多小動物啊，剛剛兩隻小松鼠在這裡吃板栗，可惜它們的速度太快了，沒拍到。尾巴特別大，這些板栗都沒人要，都是野生的，所以說基本上都是被野生動物給吃了。這玩意兒居然沒被野生動物給搬走，山上也挺多的，可能是還沒成熟吧。我們就在這個位置找一根趁手的兵器，砍了2根，加工出來看一下什麼情況。感覺一般般吶，這一根挺長的，但是有點重，不合適不合適。這一根稍微好一點，哎，但是不喜歡呢。再找一下，這一根還可以，就是有點短，差不多1.8米這個樣子，將就一下吧。反正我對釣魚沒啥講究，愛上不上。看，在旁邊的地上還看到一個鳥窩，這真的是走哪兒都能碰到啊。這是白頭杯的鳥窩，應該是別人在這砍竹子的時候給它弄掉的，是個空的。走吧走吧，我的目標魚竿已經找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等這幾天有時間就過來釣魚。回來了，這狗子真聰明，它知道我帶着貝貝，它今天乾脆不跟着我一起了。回來之後看到貝貝在我頭上，它立馬離我遠遠的，它也害怕把貝貝給嚇着了。好，國慶節放假，
到時候釣魚我就带你去。从蛋孵化出来的小八哥真的特別親人，我都1、2個月沒管他們了，我去哪裡他們還是喜歡跟着。這不，我出來逛了一圈，他們2個又跟過來了。不過最近在換羽毛，飛行能力不強。過來。其實我是不想讓他們上手的，這2個家伙有一個特點，特別喜歡咬人。哎呦，太痛了，也不知道跟誰學的。好肥呀，這一隻基本上都放着在，天天都在偷飼料和面包蟲吃，也不自己找食物。這是另外一隻，換毛比較慢一點，最近把它關到籠子裡面，關了差不多有1個月了。哎呀，原因太多了，沒法說。飞行能力它也比較弱一點，所以說也算是對它的一種保護。等羽毛換好之後，就不用管它了。這2個家伙自己偷偷學會了說話，會說過來，別的沒聽到，沒教過。飛一下。以前他們倆形影不離，自從把另外一隻關了1個月，現在他們都各玩各的，見面就打架。看，剛剛逛到這裡，別人正在澆花嘞，他們2個估計渴了，也不客氣啊，直接飛過去就開始喝水。有一隻還試圖進桶裡面洗澡。羽毛換好之後，到明年春季要進行野化訓練了。走了，去別的地方。等到時候他們和野生的八哥多混一段時間就好了。然後你們看一下啊，我到田裡面來了，我圍着這個玉米杆轉圈圈，他們2個一直跟着轉，追着我，就怕我把他們給丟了。今天這麼親人，我覺得有點反常。等一會兒回去看一下，是不是面包蟲吃完了。這圍着這裡轉，再轉2圈，我覺得我可能都要轉暈了。走了，回去。剛還給他們抓了幾個螞蚱，我回去看一下到底什麼情況。今天這麼親人，回來之後一看，的確是放的面包蟲都被他們吃完了。然後昨天買回來的面包蟲還沒拆開嘞，他們吃不到，難怪這麼親人。但是也難不到他們哦，就一會兒的功夫，袋子就被他們啄破了，開始在吃了。好吧，從現在開始有吃的，又不會理我了。總之吧，這些家伙就是誰能給他提供食物，他就跟誰好，其實一點感情都不講。要說有感情，也就貝貝對我是真愛。他的羽毛也換好了，一出來把2隻小八哥都嚇跑了，每次出來都要暴揍他們一頓，所以說現在已經怕他了。前段時間大家都說他醜嘞，現在不醜了吧？而且這個羽毛還沒有徹底換好，鳳冠還會再高一點。再等幾天就差不多了。就它是真爱呀，也不咬人，也不問我要吃的，特別棒。